到了市里，罗干事想着买最后一班的班车票回省城，而孙记者却掐着将要下班的点，来到了市委办公室。没错，他要投诉。来到市委登记处登记，听说是省城来的记者，作为市委秘书的傅苏还是出面接待了他。孙记者这次来有任务，我要投诉。傅苏眉头微皱，心想又不知是底下哪个完蛋玩意惹了记者，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记者是那么好得罪的？哦，若是我们哪块的工作做得不到位，孙记者直接说出来就行，我们肯定会及时纠正予以配合。我投诉你们底下的乡镇干部，为了一己私利包庇企业，还有你们乡镇的企业主，毫无使命感和责任心，为了一点私利，将国宝出售给了外国人。傅苏大惊，乖乖，这帽子可够大的。不过他也疑惑起来，出售国宝给老外，咱这片虽然多山，但山上也没大熊猫啊，到底是啥国宝？你可以具体说一下哪个乡镇以及那个企业的名字吗？还有对方到底出售了什么国宝？这名称我去时没在意，怕您下班了，所以来得及，还没来得及查，只知道镇长是孙。我要投诉的企业法人应该叫林浩。傅苏一怔，这名字有点熟，再结合镇长姓孙这一条，好像大概应该说的就是那小子。那是什么国宝呢？副领导，您听过龙宫翁龙螺吗？傅苏缓缓摇头。我们是靠海，大部分保护动物我也有所了解，包括四大名螺，还真没听过龙宫翁龙螺。既然孙记者说是国宝，那是国家1级海洋保护生物。孙记者摇头。2级。孙记者再度摇头。孙记者，你就别打哑谜了，既然你说那是国宝，想来是有一定了解的，直说就行。孙记者微微有些脸红。没急，并未列入国家的保护生物名录上，可是海洋研究所的人都去了，说是非常的稀有，目前国内一个活体都没有。但林浩毫无一个国人的责任心，只知道锱铢必较，将螺权卖给了外国人。傅苏沉吟了片刻，如果真如孙记者所说，林浩没有过错，人家是商人，卖自己捕的螺有什么错？而且国家又没规定不准卖，但他还是不想只听孙记者的一面之词。孙记者稍等一下，我先打个电话。走出接待室，他想了想，还是没有直接找林浩，而是拨给了孙镇长。老孙，我是傅苏，有件事向你打听一下，关于这次阿浩。领导，这您可错怪我和阿浩了。阿浩一直想攻克黄唇鱼的养殖难关，这您是知道的。如果这事能成，可是大功一件啊！到时不仅能自己养殖，还可以定期放生一批鱼苗入海，保持海洋生态环境的稳定。他和我一商量，就打算利用2个螺的稀有性，请研究所参与进来。你也知道，要是没有2个螺，咱去求他们估计正眼都不带瞧咱的。傅苏轻哦一声。结果呢？研究所答应在我们镇上设立一个分部，不过人员一应的食宿和办公费用可都由阿浩个人承担。哎，阿浩也是心大，一口就答应了。你说这孩子有点家业，也经不得这么败啊！你别为他叫苦，他有多少家业我比你了解。行了，这事办得很好，我会向领导提一嘴的。在孙镇长的马屁声中，傅苏挂了电话，笑着摇了摇头，再度来到接待室，这回的底气也更足了。孙记者，你说的林浩其实我见过很多次。孙记者眯起眼。这么说他的关系，别误会，他就是草根出身，他父亲是一个村的村主任，如果这也算从政的话，那他父亲就是他家唯一一个从政的人。哦，那他为什么会让您高看一眼呢？孙记者来投诉，一方面是真的气不过，另一方面他就是想闹清林浩的底气到底在哪。这回听傅苏说见过，但又说他是草根，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林浩考上大学，因为家中母亲病故，悲伤之下退学回村了。在村里刚开始，他的人缘好像不算好，大家对他名牌大学不念的事，总会有些指指点点。但现在你去他们村里看，还有人说他的不是吗？因为他不仅自己发了家，更是提出了村里一系列的发展规划。不仅如此，他自己还拉来了市里和京城的资金，凭着一己之力造福了整个村。虽说他的规划现在还没带来实际的拉动效益，但村里人的实惠已经得到了，在不久的将来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可是他为什么几个螺都不愿意捐？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，但那小子是顺毛驴，我估计刚开始或许你们之间就有误会。还有这小子金贵着呢，孙镇长把他当宝贝宠着，估计你们一来，他就有了自己的打算，甚至是我觉着研究所的人不来，他都会想尽办法让他们过来。你说他态度强硬是故意的？有件事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保密，因为事关林浩，我答应过他帮他保密的。您说，今年8月份，林浩只身去了京城，听说国家办奥运还有点资金缺口，他以个人名义捐了1个多亿，事后谁也不知道。天啊，1个多亿，他那么有钱？孙记者这个是真惊了，不过随即又狐疑道：那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告诉您的？傅苏摇摇头。
奥组委的人当然要嘉奖这情况，也要核实这笔钱的实际来源，便把电话打到了市里，我们市委才知晓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他真是斤斤计较的人，会一下子捐1个多亿吗？有些人捐钱是为了图名，有些人是为了长远的利益，但我真不知道阿浩到底图啥？难道这还不算有使命感、责任心？孙记者瞪大双眼，1个多亿这个数据一直在脑海中回荡着。天啊，就那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年轻人，居然是个亿万富豪！不对，如此的年轻人不应该很张扬吗？或许会有捐款的心，但大部分恨不得满世界宣扬，把捐款的事当成自己张扬的本钱。怎么在复苏的嘴里，林浩根本不像一个年轻人，更像是一个内心已经成熟或者无欲无求的上年纪智者？领导，这是很好的新闻素材，我要报道。孙冉双眼明亮，一脸激动的道：“多好的新闻素材啊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企业家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年轻，当这2个要素碰上亿万富豪，捐款1个多亿，扎根于乡村建设，全力带动乡村发展，这些多有冲突性，多有戏剧感。乖乖，别说是写成新闻稿了，就是拍成电影估计都很精彩。”没成想复苏断然拒绝。不行，我答应过林浩帮他保密，要不是你对他有些许误解，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。那我自己去挖掘。苏醒一拍额头，其他的你可以报道，但是捐款的事不行。只要一报道，阿浩肯定知道是我透露出去的。领导，您该不会怕他吧？孙冉带着一丝恶趣味的笑意。胡说，算了，你就当我怕那小子吧。复苏感觉没啥好争辩的，索性承认了。孙冉起身，感觉这一趟没白来。罗的是不好报道，但只要把林浩报道出来，肯定也是个不错的新闻。他没有急着走，想着明天还是去镇上深度采访一下孙镇长，再去村子里看看民众和领导所说的是不是吻合。他一走，复苏就敲响了大领导的办公室。我还以为你下班了呢，工作和家庭要找到平衡点，我不赞成你一直加班的。领导，这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半个小时，您不也还在这吗？呵呵，还有个文件我看完就走。对了，说什么事？复苏便将刚刚孙冉到来投诉以及他打电话给孙镇长的事都说了。大领导面上含笑，似乎听到是关于林浩的挺高兴。等到复苏讲完，他才道：“这小家伙本事着呢，这是我们出面都不定好办。你看看他，2个罗就把人换到手了，重视人才好啊！我就怕他年纪轻轻就想往功劳簿上躺，看来他的进取心一直很强烈，这就好。还真巧了，你看看这个，刚刚是团委和宣传部递过来的。”复苏接过看了一眼，是关于全国杰出青年评选的，希望各级省市单位积极报名，罗列优秀事迹。只看了个标题，他就明白大领导的意思。文宣和团委那边应该有名单出炉了吧？大领导轻敲了一下桌子上的一张纸，显然那就是名单，但他没拿给复苏看。还是那几个，不是文化口就是体制内的，年龄还都踩着线，要求40岁以下。他们报的几人都在38、9岁。依我看啊，这也不是上面想看到的。咱这次就选一个真正的青年报上去。那领导您的意思是，该给那小子造势了。你告诉省城那个记者，关于林浩的一切都可以报道，但要协调一下。新闻稿你最好参与，或者完成后你过一眼。对了，阿浩是党员吗？是高30就入了党。哦，那倒是省心不少。市里的荣誉也该倾斜一下。阿浩所做的事能达标，这些你去办。复苏心中暗惊，乖乖，这一倾斜怕是要抢了不少人碗里的肉。